今天的影片内容全部都是我的个人意见，里面很有可能有些我的过度解释，或者我梦到的剧情环节，请各位理智讨论，海量包容，给怕被捏的孩子们一句无雷简评。2019年台剧神作在此，不看神经病哦！不能说神经病，很敏感啊。Hello guys， 我是 Neko 五喵，欢迎回来我的说书时间。五喵，我们与恶的距离 The World Between Us 于2019年由公视出品的社会写实剧。故事描述凶手李小明在2年前于戏院扫射，无差别攻击造成9人死亡和数十人重伤。即便最高法院裁决了死亡定谳，辩护律师王赦还是想要了解李小明的犯案动机，不断的求情上诉，因而遭被害家属的泼粪，连带妻子和小孩都遭受到乡民威胁。而品味新闻台的编辑主管宋乔安，既是这件事情的受害者，也是新闻工作者。儿子的罹难让他迟迟无法面对自己的伤痛，加上同为媒体工作者的老公不赞成自己的理念，女儿又进入了难以沟通的叛逆期。宋乔安用酒精和雷厉风声的主管风格来麻痹和捍卫自己，佯装坚强的他，最后一丝防线居然被李小明的妹妹，同时也是自己的下属李大芝给打破了。意外得知李大芝的真实身份，宋乔安选择了媒体独家揭开报道，因为李小明凶案隐藏多年的李家一行人。就在李大芝深深控诉媒体杀人的同时，宋乔安也将被害者家属的身份摆在李大芝面前。到底揭开受访者的隐私到什么程度是属于媒体的公权力范围呢？以上只是1到6集的部分内容，真的是部分，我还没提到李大芝的房东应思月和他那个患有思觉障碍症的弟弟应思聪。这么一说，精神科医师林一俊和他老婆同时也是宋乔安的妹妹，加上是应思俊的社工辅导师宋乔平，也没提到呢。我们与恶的距离之所以会在台湾造成这么大的轰动，我觉得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石原编剧真的很敢挑战争议性内容。这部看似在讲死刑犯跟精神犯的议题，但延伸出去讲了更多媒体陋习、公民正义、伤害修护、夫妻之道。以上只是几个我看到的事情，可能你们看见的更多，欢迎在下方留言跟我讨论哦。由于制作人说这部戏的核心概念是去标签化，所以我就想不如我针对这部戏里的几个大标签来一一分析我看见的问题，顺便把这些标签给拆了。就算是这样，也不能好好完整的讲完这部戏，所以还是推荐没有看过的先去看看，不会后悔啦，信我。第一个显而易见的标签#恶这个关键字几乎是贯穿整部戏，从受害者家属到网络群众，再到司法媒体，每个人都拿刀霍想要加害者血债血偿。所以当王谦站出来替这些死刑犯辩护，群众自然把矛头转向没有预警保护的律师，甚至键盘正义不断的恐吓、威胁、骚扰，不只是律师本人，连带律师的家人也一样。当然绝不能放过受害者家属。亚洲都是以家为单位，古代就有诛杀9族，现在只追杀到爸爸妈妈和妹妹，已经算是客气了。我先场外提个在另一本书上看到的故事。有个爸爸在假日的时候带着妻小出门，女儿在后座的婴儿座上嬉笑，老婆肚子里还有3个月大的婴儿。娶妻前生子后的他刚买了新房，公司前途一片光明，一家人和乐融融，看似美好的未来就在一个绿灯转红灯的瞬间，他没有看到照后镜有台摩托车从视线死角转弯处，砰的一声，一个刚准备要从护校毕业的女孩就这么香消玉碎。女孩的爸爸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指控我们这位主角父亲是个杀人凶手。你觉得这位父亲、这位司机是个恶人吗？我们对恶的定义太过简单，杀人偿命，从没有想过搞清楚背后的行凶动机。反正他就穷凶恶极，还有什么好说的？但罪与罚里面有讲过，犯罪是对社会组织的一种不正常现象抗议。如果组织正常，一切犯罪行为就会消失殆尽。
王社自始至终都不是在捍卫死刑犯的生命，而是他们的人权。他们该死，但也有一个把话说清楚的权利。在还没有搞清楚为什么他们选择犯下这个凶案，就轻而易举地抹杀掉他们的生命，只是为了要平息众怒，就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更多李小明。第2个标签 #受害者家属、被害者家属。我想这2个标签谁都不想被贴上。这2个标签的共通处，除了家属这2个字，还有另外一个隐性没说出口的，他们都是心碎和受伤的人。不管是受害者家属的心伤，还是被害者家属的自责，很多时候受害者家属也会伴随着自责的成分。这一点在乔安这个角色身上完整表现了。家里出现一个杀人犯，是否就意味着爸爸妈妈不会教？出现了一个问题，归咎于教育，是最快也是最方便的。同一时间，受害者家属会不会变成加害者？被害者家属会不会变成受害者？我想我们该去注意的问题是，不管在这2个标签被贴上哪一个，仇恨和愤怒接踵而来之下，有没有人看见真正的核心问题？木已成舟，不要再去伤害更多无辜的人。报复无法解决任何问题，只会让人停留在原地，注视失去而且永远回不来的过去。第3个标签 #媒体公权力、言论自由。这一点很有趣，尤其自己也是做媒体的，算吧，我算媒体吧。台湾很幸福，我们享有言论自由，上传 YouTube 的影片不用透过人工审核，原则上想讲什么就能讲什么。虽然不见得可以盈利就是了。做媒体会被挑战资讯正确性，相对的也会赋予媒体追究真相的公权力，但这个底线到底能到哪里？李大芝失声高喊着媒体杀人，我觉得就已经踩到媒体最后一条底线了。又或者是聊聊天、吐吐苦水，隔天所有的内容都出现在杂志上，这种煽动网民舆论的力量，做媒体的都很清楚到底有多可怕。剧中有个桥段对比很有趣，一样的戏院，一样的情节，国中生拿着刀高喊着李小明万岁，随机砍伤7个人。杨妈妈录下一支声泪俱下的影片。你们说我家耀辉是李小明的模仿犯，我儿子他有轻度的智能障碍，还有情绪障碍，他是因为在网络上在学校被排挤被霸凌，所以才让他不想上学。可是你们不检讨，你们不更正，你们反而去强调我照顾我儿子心力交瘁，那你们之后要我儿子在社会上怎么样受到平等的眼光看待？媒体这样随意杀人，你们跟李小明有什么差别？然后带着小孩自杀，群众一片激昂，控诉媒体杀人，打电话暴骂新闻台。让我对这一段愚昧的发个提问：是不是国中生自己高喊李小明万岁？是。是不是他砍伤7个人？是。他在学校受到霸凌，老师有没有处理？所以李小明和杨同学的待遇差了这么多，基本上只差在妈妈会不会录影片。媒体的力量不见得单纯指新闻平面，现在已经是人人可以当自媒体的时代了。在资讯流通快速的现在，台湾又有喜欢分两边的文化习惯，非黑即白，或绿或蓝，韩或不韩。觉得韩妈妈好可怜哦，我们打爆新闻台，都是新闻台害他们去自杀的，是吗？如果今天他们不自杀，舆论还会不会站在他们那边？受到霸凌有精神创伤，不等于给他权力砍伤人。没人再去追究杨同学的家属，还有个原因，他没砍死人，而李小明有，但他却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而李小明的死是司法正义，不是自觉。前者好可怜好委屈，后者好可恶好残酷，会吗？我不知道，在我眼里看来，当他高喊万岁的那一瞬间，他就已经站在恶的那一方了。无论有多可怜多委屈，都没有给他伤人的权利。言论自由洗白了杨同学一家，不过选择一了百了的他们也不需要。第4个标签#精神病先入为主。我当时一看思觉失调症，一秒想到一部我很爱的电影《美丽境界》。简单讲，就是一个真正的数学天才罹患了同样的疾病，问题是他每次只要服用药物就无法算数学，药物限制了他的能力和极限，所以他选择了不服药。他的妻子给他力量去面对过去他信以为真的世界。思觉失调症又名精神分裂，
病人很难有病识感。当你相信你看到的事情都是真的，纵然有千百人跟你说是假的，但是看到了就是看到啦，眼见为凭。以人格分裂为主的电影不少，但大多都把精神疾病拍得很残酷冷血。这其实很大一部分导致我们对于精神疾病患者有先入为主的观念，也因为一般社会大众确实对精神疾病了解不多，往往听到忧郁症、躁郁症就已经很不得了了。严重点可能还会驱赶他们。书中有一句是病友跟演员分享的真实对话，其实我们不会攻击别人，通常都是别人来招惹，才会有一些情绪失控。大多时候表现出害怕和不理解，对他们来说是一种伤害。社会需要多一点理解和包容，不管对谁都一样。其实这整部戏看下来，我以为我最欣赏的是乔安，结果我最爱的是他的衬衫，真的每一件都好燃哦！剧组真的不开放代购吗？还好没有代购啊！我的天哪！后来我发现我默默爱上应思月，我无法想象这个女人心理素质到底有多坚强。爸爸心脏病手术开刀，弟弟精神分裂，未婚夫不但是个妈宝，还是个自私的混蛋。他从头到尾佯装坚强，还是有脆弱的一面。可是他该硬的时候绝对不会软。除了崩溃的时间以外，其他都是面带微笑。他觉得笑开来，好运就会来。一个看似圣光开满的圣女，其实是个很努力、很独立的女孩。她爸爸和她的一段对话，我真的是在电脑前拍手叫好。小凯跟你交往6年，难得啊，他只身在外工作，从来没做过对不起你的事情。哎，我觉得他对你是有心的。我一个人这么久，我又没有去找别的男人啊，我也没有变坏啊。我逢年过节的，我还要帮他孝敬他父母，为什么他就难得，我就应该啊？马上搜寻他的 IG， 先加一波啊！当然，我相信很多人都被我老公吴康仁迷得不要不要的。这是他在饰演王赦身上用尽全身力气，我想是全民有目共睹的。当他强忍着悲伤走出大门，说离婚协议书他会准备好，让我差一点点忘记这是一出戏。对，这终究只是一出戏。他要传达的不只是10集的内容，哭完就没事了的剧本，更多让我们深思反省的内容。当我们在网络上轻而易举地下判断、敲打键盘，选择认为正确的一边站好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无形之中，其实在我们身上也贴了一张加害者的标签呢？这本《我们与恶的距离》创作全件剧本，除了可以完整看到制作人、导演、编剧、演员们的心情，还能看到很多被导演删掉的编剧 OS。剧本对话中有不少让我会心一笑的地方，是看剧没能看到的小细节。如果你真的是戏迷，这本真的可以收。我是 Neko 乌喵，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请用订阅代替掌声，或者帮我分享出去给一样喜欢与恶的朋友。因为影片长度，我一定漏讲了很多东西，也许找时间开直播来补一下。我觉得这部戏的夫妻相处也蛮值得一提，那些我没想到、没讲到的，就在影片下方留言给我吧。我每个星期二晚上8点都会在这里分享一本好书给你。那么我们下周2晚上8点再见喽，大家拜拜。你跟小凯6年，难得他到外地这么久都没变坏，对你是真的有心。我一个人这么久也没变坏，也没跟别的男人出去，逢年过节还要帮他孝敬父母，他就难得，我就应该啊。